肖战从美玉蒙尘到难掩其华，2020年成就了破壁少年肖战。壁是明星人设标签的自我设限，是社会认知的次元壁垒，是代际文化的心理代沟。以一己之力完成破壁3连，并将姓名嵌入时代认知谱系，需要洪荒之力。好在世上的事，如果没有第一个，那就做第一个；如果没有先例，那就做这个先例。别试图标签肖战，他的立体颠覆你的想象。永远不能轻易评估一个人，直到你真正了解他。公众人物备受关注，其言行意味着能量与流量，也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。形象是他们最大价值的工作工具。tag 只要不过分夸大，是对艺人特质的概括提取，即算合理包装。肖战也概莫能外，从热搜打到发电机，很难说早期的肖战公司没有完全没他立人设。当然，要说他卖人设也是扯。性格中的棱角，骨子里的教养，毕竟货真价实。但无论如何，被标签化终归是被动的。所谓君子不器，没标签就是最好的标签，没人设才是最好的人设。所以，肖战真正出圈，还是得益于反人设的本真。在娱乐圈乌泱泱一派网红式审美、城市化审美的窠臼中，肖战的与众不同，养眼、养心，更养气。何谓气？即浩然正气。中式审美的内在格调，决定了国人天人合一的审美价值取向。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，美与审美是高雅的借物言志，承怀官道。相对于极致追求时尚的潮人，肖战的美有着醒目的传统东方调性，是符合审美回归的存在。在真正的审美快感面前，肤浅的感官愉悦不值一提。如果没见过他素人转型，看破不说破的我们就不会戳破人工造神起梦，承认偶像也是肉身凡胎。如果不是肖战抵死不从，被世俗裹挟的我们就不会信物欲横流中有人坚守本心，不屑做资本痉挛。物极必反，缺什么补什么，弱什么强什么。当骨骼清奇的他自带仙气、清气、憨气，出现在人精扎堆且以功利性审美著称的圈子里，超越以消费性、娱乐性、休闲性、刺激性为特质的低俗审美，一剑封喉，也就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。且慢，若你以为谦逊谦卑、温润如玉就是肖战的全部，那就大错特错。别忘了，这个男人是有着川渝底色的重庆仔，因而骨子里也不会少任侠之气。肖战有君子相，但尽管雅正温良，可他却半点也不迂腐。可以说，他的雅正端方之内别有天地。怎么说？他的性格其实看似圆融，内则刚硬，方为节操，圆乃含容。失方则媚俗，不圆则极是。他的性格注定他是绝不会任人宰割的弱鸡。他爱主尽节、虚怀、刚不去，但过刚一折，善柔不败。所以他又不全然是主，有君子风，却不拘于礼，不媚世，却也不愤世。这种会侠的折中，带着文艺的朋克味。尽管要把他和朋克联系起来，实在需要发现的智慧和承认的勇气。然而，越过刻板印象，直面朋克忤逆一切的躁动和永不服输的信念，你就能在那近乎壮烈的反抗中，发现一种未经驯化的生命原貌。而这种未经驯化、反传统、反商业，象征着不甘心、不认命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的确与流量逆子肖战高度契合，但他也奉行实用哲学。真实为什么一定是粗糙的？对我们这种接受过严格传统家庭教育的人，礼貌、克制就是我的真实。每个人的真实都是不一样的。肖战具有高自觉的人格底色，但与缺乏自我的高自我监控型人格不同，有趣的灵魂是鲜活而自主的。这鲜活自主帮他燃起斗志，游离舒适，高龄出道。也正是这鲜活，让他熬过杀人诛心的网暴，避免了崔雪莉、具荷拉、三浦春马的命运。所以，为何是他？只需看看他的舞台，敬他竹石，清风静节；喜他爷子，穿云裂帛；慕他曲尽陈情，舒放旷达；爱他沧海一声笑，豪放不羁。也惊艳于他的绿光，性感张扬；相爱后动物感伤，
进也自缢，啧啧，男人何止有其面？这就是肖战，有君子之风，说明他奉行着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。但他的行藏在我，又清楚昭告着他的心之所向，在进退有节中游刃有余，而不迂腐腾腾。毋庸置疑，成于耽美文化的魔道祖师，成就了耽改剧《陈情令》，成就了演员肖战。同人文女化、娘化、搞黄、CP 粉泥塑、护犊、拉郎，心理机制上都存在男色消费。没错，站在女性视角物化男性，站在母亲视角弱化男性，其实都意味着性别反凝视的欲望。魏无羡的确令他倾倒众生，但他拿下角色绝非只靠脸。一剧成名背后，是初出茅庐者的求知若渴，是峥嵘出路者的攻坚克难，更是春风得意者的不忘初心。偏见令人无所适从，谁都知道伤害魏无羡的是仙门百家的偏见，而是否所有人都能理解伤害肖战的是圈层文化的狭隘？言及此想说声，成名于耽改并没固化肖战的职场形象，甚至就连《陈情令》本身的成功里，耽美也不过是锦上添花的添头。不管你是谁，在哪儿，如何长大，在生活面前，我们都是井底之蛙。时代进步至当下，圈层文化存在自有存在理由。真正的尊重是平视，真正的接纳是正视。所以平常心就好。《陈情令》永远是肖战的成名作，而魏无羡更是抹不去的里程碑。所以肖战是靠脸吃上了饭，但绝不是只能靠脸吃饭。而余情渡劫给了肖战一个自我诠释的机会，诠释啥叫长在饭圈审美点上，但却不囿于饭圈审美。粉丝凡尔赛是窥探别家都怕粉丝跑路，咱家唯独怕正主跑路。没错，他本不属于娱乐圈，破壁出圈的能量让他有于圈出逃的充分砝码。破界、跨界、闯世界，这个男人曾坦荡荡向全世界说出野心，他的存在刷新了公众对流量明星的认知。而凸显这种认知的契机，在2020曹禺110周年活动座谈上，身为青年演员的肖战向万方老师请教。时至今日，在回顾这场知者与智者思维碰撞、青年与长者代际共鸣的对话，棒并成珠的肖战对创作、对人生的反刍式哲思，仍惊艳到我们。当演员二字于肖战不再是高攀与贴金，在艺术场域被正式赋予演员身份的他，面对前辈不露怯、不藏拙，落落大方，言之有物，娓娓道来，真挚恳切。他气质一向温润持重，此刻言谈中却尽显悟性，大有孺子可教的灵气与登堂入室的机敏。而当这份善缘开出花结出果，当青年演员的平实表述取代顶流明星的浮华明显，当肖战出演《如梦之梦》，实力打脸黑论，制作人王可然的回应揭示了这姻缘殊胜的妙。一个人的命运中最神秘的地方就是无常，这也是戏剧灵魂之所在。他说不拒绝流量，也不掩饰对肖战的欣赏，从来只有一个标准：你是不是能够演绎角色，而没有你是不是明星。不需要那么多流量，我们要的是力量。王者归来，否极泰来的魔幻年，肖战活出了经得住推敲的人生，依然是娱乐圈委牙宴主宾，国家级媒体的重磅评论，奠定2021年的舆论基调。红海再现，侠金锦浪动，灵潮万里回。肖战以业界叹服的姿态，完成了舆情善后与口碑反转。从《狼殿下》空降播出，到《斗罗大陆》春节热播，直到《如梦之梦》全国巡演，如一咏三叹，将灵动的民间小调唱成了磅礴的清妙之音。出圈姿势是帅，但被赋予过度社会意义则过犹不及。何况还得防备人们惯于翻云覆雨的信仰沉疴。然而，从拒绝被资本豢养开始，他就成了资本宫斗的祭品。也正是从那刻开始，有关他的舆情就成了社会文化转型的观察皿。这种被选中无可推诿，眼光高低决定人生宽度，担当与否才夺人格境界。肖战注定不是等闲之辈，娱乐圈黑天鹅事件不是一己之力就能做到的。
价值观分歧的撕扯中，意识形态博弈的对峙里，肖战是被时代选中，砍向娱乐行业击毙、刺激社会文化转型的逆刃刀。但在以颠覆为热词，注定灭掉所有稳定的时代，肖战也塞翁失马。区别于娱乐圈流水的小鲜肉，成了正当红时榨干流量泡沫、实现价值回归的内娱第一人。在时代起点上，荣光优胜昔日，是肖战的因祸得福，也是肖战粉丝的与有荣焉。重压之下保持优雅，纷扰之中岿然不动。有资禀有风骨的人在哪里不是人中龙凤？又在哪里会不遭忌惮？际遇至暗时，往往也是人生高光处啊！不是欲戴皇冠必承其重，而是不负芳华，按资禀尽所能。所以坦荡荡做顶流又如何？是就是，做就做，不邪不矜，但也绝不怂。要知道，宝剑藏锋是为一朝出鞘倚天长鸣，而不是永远诛藏运贵。一把剑要淬火，就不能不经历冰火两重天。从伤痕文学到网络文化，从木心的，从钱曼到余秀华的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。从邓丽君的小甜嗓到周杰伦的范特西，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。而肖战的故事发生在娱乐圈新旧生态交替的背景下，同样充满时代烙印。文化与文化交构的世界，并不像霍金与刘慈欣的警告，不回答就无法定位发射源，也不是一旦回答你的行星就将遭入侵，你的世界将被占领。后育时代显然已不再是以年龄论成败的时代，文化反哺决定了谁掌握话语权是个未定数。身处湍流，不想被裹挟，就必然愤而中流击水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理当对肖战的破壁而行保持充分乐观。只不过老生常谈，一切取决于勿忘初心。谁勿忘初心？肖战。肖战的初心是不甘心，是有趣灵魂对石火光中寄此身的不甘心。那就打破周正、四川平和，在庸庸碌碌的凡人生活里，继续书写勇敢者的神话吧。谁勿忘初心？粉丝。肖战粉丝的初心是逐光而行。总之，陪他一路淬火，尝尽甘苦，此后你便不容易被世俗阉割，被功利裹挟，生出怨气，长出毛刺，变成荒诞的样子。谁勿忘初心？公众。公众的初心是审美见丑。人类的审美也许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每一个人若能清醒自持些，在集体的浮躁中更善于独自静一静，想一想，一定功不唐捐。什么是弊？弊困住的究竟是什么？后浪已至，前浪不扑，输赢未卜。需要破壁的不仅仅是肖战，也是你我。对年轻保持敬畏，但也不温顺走进良夜。终点未到，就全力奔跑。